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今天咱们来制作小时候吃的那种老口味的蛋糕。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小花篮的蛋糕，红花配绿叶，还有一把小雨伞。小时候想吃没钱买，现在有钱又买不到了。那想再次尝试一下小时候这种老蛋糕的朋友，可以按照今天的这个方法，咱们自己来做。这期视频呢，就先给大家分享如何自制老奶油，也就是白脱奶油。首先在一个小的锅里面加入50克的白砂糖、30克的水和1克的盐，然后用小火加热。加热的时候辅助的搅拌，等锅中的糖水煮开了之后，在另一个盆子里打入1个鸡蛋，大约60克。接着用打蛋器把鸡蛋搅拌均匀，不需要把鸡蛋打发，只是搅拌均匀就行了。糖水也不要关，就一直的加热。那搅拌均匀之后就稍等一下，等到糖水煮到115度的时候，就是糖水看上去开始冒大气泡了，最好用温度计测一下，这样比较简单。等煮好之后，就用打蛋器快速的搅拌着蛋液，边把糖水慢慢的加进去，这样可以起到给鸡蛋杀菌的作用。那加入糖水的时候要慢慢的加入，加入完糖水就持续的搅拌，直到把材料搅拌成比较粘稠，温度也降下来了，大概降到30多度就行了。最后再加入150克的黄油，黄油要用不含盐的，不然加上咱们刚才放的盐就太咸了。最后把材料打发成奶油状，就算做好了。这就是咱们小时候吃的老奶油了，也叫白脱奶油，意思就是从牛奶中提取出来的固态油脂，也就是黄油做的奶油。虽然脂肪含量挺高，但这是纯天然的奶油，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小时候在冰箱里取出来的时候，奶油都是硬硬的。这种奶油做好了之后，可以放在罐子里，放在冰箱里储存起来，用来抹面包或者是蛋糕，会非常的好吃。那奶油做好了，再给大家分享如何制作蛋糕胚子，同样也是用之前的老方法来做。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小花篮蛋糕，就是下面垫上一块蛋糕胚子，上面挤上老奶油，再挤上一朵红色的玫瑰花，应该还会插上一把纸做的小雨伞。小时候想吃的时候没钱买，现在有钱了又买不到了。那想吃的朋友可以按照今天的这个方法来做和小时候的味道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再分享如何制作蛋糕胚子。之前做蛋糕很多都是直接打全蛋，所以在打蛋桶中直接打入8个鸡蛋，每个大约60克，总共500克左右。4个鸡蛋以内可以用刚才做奶油的手持打蛋器，超过4个鸡蛋分量就比较多了，建议用这种厨师机。接着在鸡蛋中加入200克的白砂糖，60克的牛奶，牛奶也可以用各种果汁代替，比如换成椰子汁。最后加入15克的蛋糕油，就可以放在机器上打发了。咱们小时候自己拿着油、面、糖和鸡蛋去加工蛋糕的时候，是不是也见过师傅往里添加这种白色的油脂？名字叫 SP 蛋糕油，属于一种添加剂，作用就是可以让打发起来的鸡蛋非常稳定，能大大降低制作蛋糕的难度。也有不放蛋糕油的做法，稍等下一步给大家讲解。这一步就是先开低速，把材料搅拌均匀，然后转到高速，持续的打发。那把材料打发成白色的，比较粘稠，纹路不易消失就行了。接下来就转到低速，慢慢的往里添加200克的面粉，最好是用低筋粉，中筋粉也行。那如果是不想添加蛋糕油，前面的操作都是一样的，也可以把鸡蛋打发到这种程度，但是很不稳定，所以添加面粉的时候就不能用机器搅拌了，这一步需要手动的把材料翻拌均匀，需要一定经验来判断。建议没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先买上一小罐蛋糕油，等做上几次有经验了再去掉。面粉添加完之后，就立马再加入60克的油。我们这边喜欢吃花生油，吃不上来花生油味道的朋友可以换成玉米油。加入面粉和油不需要搅拌太长时间，
半分钟左右把材料搅拌均匀就行。如果不放蛋糕油，加入油之后也是手动的翻拌。之前分享过一期小时候咱们吃的老式鸡蛋糕的做法，和这个差不多。那期视频有展示不放蛋糕油怎样手动来翻拌材料，需要的朋友可以进入我的主页去看一下老式鸡蛋糕那期视频。最后把面糊倒在烤盘里就可以送入烤箱了。烤盘里最好垫上一张烘焙用的纸，方便烤好之后取出来。烤盘的大小是长32厘米，宽28厘米，加高的烤盘，只要是和这个差不多大小的都行。倒进去之后辅助的找平，然后用刮刀来回的走几下，排除里面多余的气体，就可以送入烤箱了。烤箱记得提前把温度预热好。那烤箱的温度设定是以80升的烤箱为例，把上火预热到160度，下火160度，放在烤箱的偏下层，就是保证烤盘在中间烤35分钟到40分钟。较小的烤箱实际温度受热会更高，建议烤箱每小时升，温度降低5度。蛋糕烤好了之后放凉了再取出来。这种蛋糕比现在流行的分蛋的做法吃起来要略粗一些但是做起来简单。好了，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也祝大家生活愉快。